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永春皮生态湿地公园，今天要来这边 Tony 开讲。今天开讲的主题是源自最近有观众留言询问我最近关于中正路改名，地方政府干上中央政府，我有什么看法？我的看法是我没有看法，因为我只谈历史，不谈时事。为什么不谈时事呢？因为时事离我们太近，所以不容易看清楚，而且也容易引起争论。所以我喜欢谈历史，因为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有经过时间的沉淀，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更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喜欢谈历史，而不是谈时事。但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原住民不当地名的转型正义，这很容易做，那政府为什么不做呢？所以我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话题。谈到不当地名或不当路名的转型正义，其实我在20几年前开始在北台湾旅行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2002年，我造访乌来内洞森林游乐区时，当时的内洞瀑布称为信贤瀑布，因为那里是位于乌来乡信贤村，而明明这是泰雅族的部落，为什么命名为信贤村呢？所以我当时的旅记是这么写着：原住民居住的传统山地村落被更名为信贤村，反映了汉民族开山抚番统治背后的教化思维，我并不认同。而旅行多年，我发现台湾很多原住民乡镇名称都被改成具有党国色彩或教化意义的名称。就以新北市乌来区为例，现在分为5个里，分别是中治里、乌来里、孝义里、信贤里、福山里，其中只有乌来仍维持传统地名，没有被改名。统碧被改为中治，阿育被改为孝义，罗好被改为信贤，利茂岸被改为福山，而失去原住民传统的土地记忆，例如宜兰县的大同乡、桃园的复兴乡、苗栗的泰安乡、台中的和平乡、南投的仁爱乡、信义乡、屏东的来义乡、台东的延平乡、达人乡，也都是如此。而这几年来，我看过关于原住民不当地名更改成功的例子只有2个，一个就是南投县的吴凤乡，后来改名为阿里山乡；另外一个是高雄县的三民乡，改名为那玛夏乡，就是现在的高雄市那玛夏区。这是2个成功地名转型正义的例子，也都是由地方的居民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政府也顺从民意，将这2个乡镇的名称做了更改。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其他的乡镇不追求不当地名的转型正义呢？这当然有深层的原因。我有一些朋友熟识原住民，他们都说原住民非常好相处，非常的乐天知命，想法也很单纯，不像汉人那么会计较。这样的印象或评论固然没错，但我觉得缺乏历史思考的深度。100多年前，台湾原住民怎么会跟你很好相处呢？台湾原住民的领域观念是很强的，不是外人可以随便进去串门子聊天。你现在看到的原住民，他们的人生态度，其实是在历史上被长期镇压之后，失去反抗能力，也失去反抗信念，在无可奈何之后所产生的豁达的人生观。反正你们汉人想怎么做，我反对也没用，所以我就随遇而安了。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像台南的归仁、善化、兴化这种对台湾原住民来说已经存在几百年的不当地名，当然就不会有人再去追究了。那既然原住民已经随遇而安了，那当然政府就不会心血来潮的想要去改变这习以为常的地名了。其实关于台湾原住民不当地名的转型正义，我觉得应该要做，而这也很容易做，甚至不会有反对的声音。就举个实例来说，桃园的拉拉山曾经被改名为达官山，据说是当年蒋经国先生命名的，所以后来台湾省政府就将拉拉山正式命名为达官山自然保护区。
后来达官山被改回拉拉山的旧名，这样是不是有一点点政治敏感呢？会不会有人言辞批判说，这是蒋经国总统命名的，应该要保留作为纪念，怎么可以修改呢？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反对声音，因为汉人政府的心思很清楚，台湾原住民早已不是有实力的政治力量，原住民要求改名，只是单纯涉及乡土情怀而已，不是要对于历史再诠释，也不是在挑战汉人的史观，也不会对汉人现有的政权造成威胁。所以，对于原住民要求改地名，汉人政府当然不会过度反应，而是乐于顺从民意了。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及建议原住民，对于不合理、不当的乡镇名称及部落名称，就勇敢地提出要求改正的这样的一个诉求。而我相信社会舆论跟政府都会有善意的回应。或许有人会说，改地名、改行政区域，都涉及更改门牌及官方文件，会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有这个必要吗？但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两全其美的做法。例如新北市瑞芳的猴硐，地名后来被改为猴硐，但后来猴硐车站以挂号著名猴硐的旧地名，最后再正式变更为猴硐车站。然而当地的街道仍然是猴硐路，并没有因此而更改门牌，同样可以达成恢复旧地名的目的，而成本微小。至于现在的地名猴硐，你要念成猴硐或猴硐，就各随人意了。但至少地名猴已恢复猴子的猴了。所以我建议，即使现在政府没有立即将不当的原住民乡镇名称更改，但是可以规定原住民乡镇日后新设立的公共标志必须加注传统地名，这样至少就能够以最小的成本表达对不当地名转型正义的支持。例如乌来信贤里的入口标志就必须写着欢迎光临信贤里罗好部落，信贤里办公室的招牌必须写着信贤里罗好部落办公室。或许台湾原住民已经认命了，懒得去争取地名的转型正义，但是现在政府既然强调转型正义，是不是应该主动去为处于弱势的台湾原住民讨回一点点的转型正义呢？最后我们就回到中正路改名的议题，我今天就破例一次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见解。不过我先声明，这是个人不成熟的见解，所以如果你不赞同我的看法，那就请一笑置之，而不要严厉的批评我。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会觉得你是反应过度了。就我所知，现在的台湾，绿营希望废除中正路，蓝营希望维持中正路。我个人认为，如果未来中共并吞台湾，那么台湾各地的中正路一定会被消灭殆尽。因为老蒋总统一生坚决反共，杀了太多共产党员，所以如果中共统治台湾，中正路非废不可。那请问绿营的朋友们，你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台湾帮助你消灭中正路吗？而蓝营的朋友们，如果中共并吞台湾，台湾的中正路都会被消灭殆尽，你想守护中正路，那你还能不坚决反共吗？我今天的Tony开讲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